上世纪50年代，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提升了中国人的自信心，但同时，美国人的飞机呼啸而过，留下遍地焦土的景象，也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噩梦。那时候，中国人明白，要想维护得之不易的和平，除了要保护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我们头顶上广袤的天空同样需要守护，打造一支属于我们的蓝天卫士，成为全国人民的期盼。随着苏联大规模援华，我们也借助苏联人的平台，开启了我国空军战机建造的历史。从早期的米格15与米格17的基础上，研发出了歼5与歼6战机，开启了我国战机制造的序幕。然而，随着中苏交恶，中国的战机设计一度出现断代。后续中国虽然设计出歼7与歼8战机，但始终还是在苏联米格21的基础上设计而来，只算是填补了那个时期中国战机领域的空白。然而，自上世纪70年代，美国成功研制出 F-15与 F-16战机，第3代战机开始活跃于历史舞台，打造一款属于我们的先进战机，可谓是迫在眉睫。上世纪60年代，我国的设计师开始对歼9战机进行研制工作。歼9设计的初期是在沈阳飞机制造厂601所进行，但随着北方防务压力越来越大，设计人员与设计图纸又迁往了成都飞机制造厂。歼9战机在中国似乎早已是名不见经传，因为其设计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难以达成，于是在1980年，歼9战机的研制宣布流产。尽管歼9战机研制的失败是我国自研战机历程中遇到的一次挫折，但是却为我国航空工业积累了基础，尤其是为了解决歼9动力不足的问题而进行的压抑布局设计方案，为我国今后的战机研制打开了新思路。歼9的失败让成飞人都憋着一股子劲，希望能有朝一日打个漂亮的翻身仗，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。1986年1月，中央发布文件，一项代号为10号工程的项目交到了成飞611所手中，上级要求成飞研制一款具有自主产权的先进战斗机，这便是日后的歼10战机。而在歼9项目夭折的同一年，担任611所总设计师宋文聪也扛起了歼10研制的大旗。此时他还不知道什么样的未来在等待着他。借助863计划的东风，歼10战机的研制在当时受到了国家的重点扶持，但毕竟那个时候的中国依旧积贫积弱，国家在歼10项目上的总投资为40亿人民币，这和国外要研制一款新战机投资动辄100亿元来比，真的是不够用。据611所附近的居民回忆，当时他们经常能看见歼10总师在下班之后在外摆地摊卖面条。那时的中国航空人凭借着一腔热血，想尽办法节衣缩食来研制我们的新战机。中国从来都不缺少满腔热血的人，只要是国家需要，无论如何他们也会尽力去做好。在歼10的设计中，宋文聪延续了歼9的压抑方案，这是一个十分大胆且创新的设计，而且歼9的失败案例就在眼前，但宋文聪坚持了这种设计方案，因为他认为这才是最适合咱们中国的战机设计。不过困难总是会出现，有时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，信心方面也会受到很大的考验。1989年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，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。次年，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，同时参观了苏联人研制的最新战机苏27。初见苏27，对于当时的中国代表团来说，可谓是无比震撼。此外，90年代初，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 ，F-15战机作为美国空军的主力，以摧枯拉朽之势将伊拉克的装甲部队化为灰烬，也真正的展示了第3代战斗机的恐怖实力。而在当时，被认为能与美军 F-15战机进行空中对抗的只有苏27战机，这也让中国决心要拿下苏27。经过谈判，中国成功拿到了苏27战机的订单。同时，在1996年，俄罗斯人表示愿意转让苏27的生产线以及生产技术，中国立即与俄罗斯签署了引进200架苏27 SK 战机的生产协议，而生产地点就在沈飞。此外，中国也开始了对苏27进行国产化仿制的工作。
可以说那时候拿到授权生产苏-27的沈飞一时间风头无两。相比之下，压力又来到了成飞这一边。当时外界对于成飞的歼十战机质疑声更大了，甚至空军方面对于歼十的关注度也大幅度下降。此时的歼十设计实际上已经到了末期。然而，如果得不到空军的认同，那么毫不意外的是，这个让宋文聪付出多年心血的项目会就此夭折，歼十或许会走上歼9的老路上去。实际上也有无数人劝宋文聪放弃，不过宋文聪认为苏-27再好，那也是别人家的孩子，而且他有信心自己设计的战机并不会比 F-15、F-16以及苏-27要差。为何他如此有信心呢？与其他飞机设计师不同，宋文聪很看重飞行员对飞机的实际体验。在抗美援朝时期，宋文聪作为一名地勤人员，负责维修苏联的米格15战机。一次，宋文聪对苏联机械师切尔尼晓夫说：“你们的飞机不好用，太沉，太笨。”切尔尼晓夫望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，很惊讶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而宋文聪回答：“你们设计飞机时就不考虑维修是否方便吗？”切尔尼晓夫笑了笑，拍了拍宋文聪的肩膀说：“10年后你就是总设计师。”苏联机械师的话一直萦绕在宋文聪心头。1954年，宋文聪进入哈工院学习飞机设计理论，如愿成为了飞机设计师。那个时候的经历让宋文聪明白，只有真正接触飞机的人才会知道飞机究竟好不好，而这个人已经出现了。在歼十的研制进行时，中国的国宝级试飞员雷强被派驻到了成都的中国空军第3试飞大队，担任副师职大队长，承担培养中国新一代试飞员的任务。宋文聪认识到，要想歼十顺利飞向蓝天，此人必不可少。1990年，雷强第一次见到歼十战斗机的模型，他给出了战机的第一印象：这个有腹部进气道的家伙像一匹天马，很有气势。不过，能试飞中国第1架3代战斗机意味着什么，雷强也是明白的。于是，他被选为了首位歼十战机的试飞员。为了完成歼十的试飞工作，雷强前往俄罗斯国际试飞员学校和英国皇家试飞员学校培训，并到访多个国家，试飞了包括 F-15与苏-27、苏-30在内的国外先进3代战机。而通过对国外先进战机的驾驶体验，雷强对3代机有了自己的认识。在与宋文聪交流的时候，雷强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。对于雷强的这些看法，宋文聪如获至宝。在后续对歼十战机的改进中，雷强的建议起了很大的作用，包括歼十的座舱设计、操作杆以及电传系统等，很大部分的设计灵感来源于雷强的建议。宋文聪与雷强在歼十上的故事可谓是伯牙遇上子期，两人让歼十快速成长。时间很快来到1998年的3月22号，距离歼十首飞仅1天。根据雷强的回忆，那一天他只睡了4个小时，甚至他还悄悄地写了一张只有10几个字的纸条放进内衣口袋。试飞前，他对宋文聪说：“我一定会把飞机安全地带回来，就是摔也要把飞机摔到跑道上。”3月23号这天，对于宋文聪、雷强、程飞人以及全中国来说，都是很特殊的一天，所有人心中都是期待又夹杂着紧张。一大早，宋文聪就来到试飞场地检查跑道是否有异物。实际上，这份工作地勤人员早已打点好了。宋文聪在跑道上来回踱步，不知不觉，试飞场地已经挤满了人，试飞的飞机也被拉入了场地中。在万众瞩目下，飞行员雷强进入编号为01号的歼十驾驶舱。无数次的模拟飞行让他对这架飞机的驾驶再熟悉不过了。即便如此，雷强也明白这一次的飞行意义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重大。这次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同时，已经头发花白的歼十总设计师宋文聪也在背后关注着这一切。他的心情并不比飞机舱里的雷强轻松多少。随着一声号令，雷强驾驶飞机稳步在跑道滑行，随后机头朝上，脚落架收起，歼十战机第一次飞向蓝天。新的战斗机很快爬坡到高空，旋转、翻身、环绕，所有的动作都完美无瑕。随着战斗机平稳降落，所有人心中的大石头终于是落了下来。随后一阵激动与喜悦涌上心头。打开舱门走下飞机的那一刻，
雷强掩面而泣。这位经验丰富且个性极强的王牌飞行员，此刻如同一个孩子。宋文聪第一时间上去抱住了雷强，像一位老父亲。他们明白歼十成功了，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，他们都是英雄。由于雷强展示了歼十战机的高性能与机动性，证明该飞机的性能并不比国外先进3代机落后。很快，歼十成为国家重点项目。到2004年，中国空军正式换装歼十，此后基于歼十平台也不断有改进型战机出现。如今，歼十战机成为我国空军的主力战机，数量也是最多的。它的出现让我国真正拥有了一支大国空军。在歼十成功逆袭后，雷强回到了他作为试飞员教导员的工作，为培养中国杰出的航空人才出力。而宋文聪则继续在中国航空科学技术领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，并且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飞行设计人员。这其中就包括日后设计出新型隐形战机的歼20总设计师杨伟。宋文聪于2016年3月22号逝世，享年86岁。而他设计的歼十战斗机，如今依旧是祖国蓝天之盾，承载着中国人的大国梦。